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很久之前就想要做这样的影片，但是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。因为我自从2017年拥有第一个露营车以后，目前已经换到第三个了，所以就想要借这个机会，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，顺便记录下来。然后我想我们可以互相切磋。虽然说我的例子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，但是我们大家可以互相参考。游泳房车不是一个梦想，在美国这么多国家公园或者是州公园，你要如何去探险游玩？有一个露营车就很多方便，但是呢，你必须要自己做好准备，要做好调查，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各种不同类型的房车有各种不同类型房车的好处。一旦确定你自己的需要，然后你就知道如何去找一个你自己最适合的。简单解释一下各种露营车，Class A 就像一个 bus，它是柴油引擎，也有汽油引擎的，大部分它通常比较大，然后很多 baby boomer 就是开 Class A 拖了一个小车。那 Class B 呢，就像一个 minivan，但是比 minivan 又大一些，它的 size 比 Class A 小很多，但是它里面呢也有厕所，也有盥洗，也可以住，但是它的空间就非常的限制。它好处是什么呢？什么地方都可以去。你如果要 continue travel，然后要去城市里面，你通常停车格它都停得下去。啊，Class C 的好处是有点 combine，它结合的好处，它没有像 Class A 这么大，但是呢，它也有足够大的空间。像比如说我们有家庭有小孩的 Class C 就是首选。除了以上自走式的 Class A、B、C，还有拖挂式的露营车，你必须要考虑到你要购买卡车或大型的 SUV，而且要考虑到拖挂承载的限制，还要考虑到拖挂行车时候的安全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用着你的卡车或者你的露营车，好处就是你到了营地以后，你就可以把它分开，然后可以用你的卡车或 SUV 去这附近。总之，你自己需要决定使用这个露营车的方式，来决定你的需求跟你购买的方向。至于我自己呢，需求很明确，我知道我不要 Class A 太大了，我也知道我不要 Class B，因为我们家庭有小孩，然后 Class B 太小，所以我们要一个 Class C。至于拖挂，虽然说我自己有卡车，但我不想要处理拖挂以后这个载重各种的考虑，所以我觉得不考虑拖挂。在选定自己要的露营车以后，其实最好是先去租一台试试看。那时候就租了一台 Class C 的，那时候初生之犊不畏虎啊，我就租了一个31尺还有拓展的，一路战战兢兢的把它开去又开回来，脑袋想的只是如何不把这个大家伙在路上给撞到了。所以我把它弄干净还回去以后，就学到一个经验，这个经验就是我绝对不要买这么大的 RV，因为它太危险、太难开、太难处理了。所以那时候就很确定，我要买越小越好，越小的 Class C 就越好操纵，越好的 Class C 就越好适应。然后我就选定了一个 Toyota Winnebago Warrior。为什么我特别钟情这一台呢？因为这一台有一个 Bulletproof 的 engine，大家都说这个引擎有多好多好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是一个车子，如果至少能够开回来的话，in case anything happen，我还可以开去维修。可是如果引擎坏了，开到一半开不来，这就麻烦了。所以我就特别选择一个引擎非常好的，我个人也比较喜欢。然后更有一个好处，这台车子长度只有21尺，比我们家的 Tundra 只多了几尺。我签回来的时候，我老婆还开这台车去 DMV 自己注册呢。确定好所想要的车型或车种以后，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做一些市场的调查，因为你必须要知道它的价位究竟是如何，或者是说怎么样才是适合的价钱。我大概花了最少半年的时间，每天就在 Quick List 啊、eBay 啊各种二手车商的网站上寻找、查价、比较。但通常情况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是好的话，很快就不见了；如果是不好的话，它就是一直停在那里。所以呢，你就要一直找。然后虽然说有，但是机会不一定是很多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在我每天很勤快的在刷网站，终于有一天适合的就出现了。我看到了以后，虽然说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打了电话。
我是第一个联络那个卖家的，然后那卖家就跟我约好了。虽然说事实上买到这个 RV 又是另外一个故事，但是就不是在这个 video 在这个影片能够讲的。但是我是用了一个很理想的价钱买到我的第一台露营车，尤其这台露营车是 first owner 一手车，他从1992出来，一直拥有到他卖给我，我是第二个 owner，然后他有所有的记录。就连当初在卖车子原本的 Windows sticker，它通通都有。寻找跟检查适合的二手 RV 又是一门学问，我在这里就没有办法解释太多，因为二手 RV 其实就算是全新的 RV 买回来以后，你自己还要做一些整理。我有一个二手车商的朋友，我不但跟他一起去买这个 RV，然后这个 RV 因为1992年到买的时候，2017年已经25年了。25年旧的 RV，它的避震器、它的刹车、它的所有东西都需要整新。但是就像我说的，如果它的本质、它的 backbone is good，然后其他的你如果能够接受，那就不是问题。然后我们就做了相对应的检修，然后这个检修跟买这个 RV 全部的价钱，我大概花了12000块美金左右。整修完以后，我们就自己先用，确定这个房车不管是车子各个方面都是在功能的状况。然后一旦确定它是功能的状况，我就把它摆在像 Outdoorsy 啊、RVshare 这样的网站，因为它是属于自走式的，它是自己开的，是一个 Class C，所以它的租金会就相对比较高。在平常赛，我可以租到120、130或140，这是有季节性的。因为整个 summer 我不可能每一天都出去，我先把我自己需要的日期先给预定下来，把剩余的天去我就把它租出去。通常我大部分的时候都能够把它租出去。这样的 RV 车，你要把它视为一个投资的资产，不要让它变成一个花钱的无底洞。当然，有些人他想要买全新的，他自用，那也是 OK 的。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财力，所以我想要一个露营车，但是我又不想花这么多钱，我也不想让它变成一个花钱的无底洞。所以根据我的研究，这样的露营车它可以出租，也可以自用。当我们中间有遇到我们的租用者把我们的 RV 给弄坏了，是我们自己要用的时候，它破了一个大洞，然后我们就赶快去找这个 repair shop 做一个估价，定好日期，等我们玩完回来以后，再把这个 RV 开进 repair shop 把它修好，然后再继续出租出去。在这个出租的平台上，他们都会要求租用者有强制的保险。那如果有一些损坏，就会用这个保险来支付。所以我们这个损坏就是由租用者他的保险来支付。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露营车看成是一种投资。那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，这个露营车的消费就不是那么的贵。如果你是一个自用的话，那露营车本身的消费就是比较贵的。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我这2年拥有它自用跟出租，然后收费支出的情况吧。看看这个收支表，你可以看到支出跟收入几乎是要打平，然后更不要说我们用这个 RV 去了 Banff National Park，去了 Bend Oregon，还有其他比较小的 campsite 的 trip 我都没有记录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几乎自用不用花什么钱。然后2年之后，我们已经把这个 RV 整修完，然后用14000，几乎2倍买入的价钱卖掉。所以拥有 RV 不是梦想，只是看你怎么去做。希望这样的资讯对你们有帮助。好，下次见啦。